然后这个主要的问题呢，还是出现在头部啊，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位置画长了，它动态特征感没有出来。先来看一下头，这个头发的高度没有画够，然后它的后脑勺这里呢，感觉少了一块，它的头骨应该是这样，然后头发呢更高一点，高到这个位置。然后它两个眼睛的连线呢，不是远高近低，它是近高远低，所以呢这个角度找错了，就感觉有点别扭。然后这一侧脸部的轮廓的斜度，嘴有点撅出来了，这个嘴巴有点撅出来了。这个手臂的位置大概应该在这里。你看这个肩和下巴之间的这个距离，这里有多大？这手臂稍微的粗了一些。腹部画长了，它这个位置大概应该在这里，耻骨联合的地方。这位置中线要直一点点。这里是胸腔的造型，还是要多注意形。其实，在体表是比较容易观察它胸腔的下半部分的这个造型的。然后加上上面的可以确定，把它连起来，就大概就得到了它胸腔的一个造型。根据它这个动态，胸腔会发生一点点形变，这样就可以。在照片上是能够看得到它这个位置有明显的转折的，所以说就可以判断出来它的胸腔下边缘是这里。然后看一下左边的胸腔上端这里画宽了，而且呢上端应该是一个圆面，比较扁的一个圆面。手臂上的这些肌肉可以不用画，画的话呢要画准确。它的肱二头肌在这个角度看不到这么多，它没有占到整个手臂宽度的一半。在照片上看上去的话呢，也只有这么多。胸腔下端稍微小了一点，在这个位置，它应该构成了体表的这个轮廓。在照片，我们来看一下照片，在照片里面应该是这样。这一侧胸腔的轮廓和外轮廓不要重叠，就留一个厚度。然后看一下下面这个，胸腔和外轮廓离得太远，离得太远它就不准确。结构呢还好，但是呢，胸大肌和这个乳房的脂肪垫这两块形，没有分开，它是两个结构，可以呢把它分开去画，然后把胸大肌的轮廓给它交代出来，在上面再去添一个乳房的这个脂肪垫。下面的这个还可以，这个胸腔的大小也可以，结构也可以，这个问题不大，就是这个位置可以直接下来，贴到胸腔的轮廓上，在这个位置，照片里面是这个位置，这个是胸腔造成的外轮廓，然后过来这个是腹部，这个轮廓要画的话，要依照照片来画，然后在这里把这个乳房脂肪垫也是分离出来再去加，这样看着会结构感会更清晰一些。如果直接这样下来的话，这个结构是交代不清楚的。然后这个位置颈部后边的这个中线是转到了脖子轮廓的左边，然后斜方肌应该在这儿，中间过来的这一条是胸锁乳突肌，颈部的这个结构没有画好。然后这个横断面应该看不到，一个微微的弧线就可以了。这个手部画的还 OK， 然后先来看手骨啊，手骨有点问题，画的有点平。像这个手呢，它的体积，这个手的体积是比较清楚的，它是有朝向的。比如说它前面的这根
食指，这个是侧面。这是第一节的一个状态，这个朝向。然后这个是第二节，这个是后边的那节指尖。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朝向的动态的。然后你这个画的就很平啊，都是平面的。要画它这个骨骼的话呢，也应该去画它的体积，应该是这个样子。概括一点，偏方一点，也比较好画它的体积。注意画手骨的时候要注意体积啊，不要画这么平。还有就是这个地方也是，它是能看到这个侧面的。然后这个是后面，这是两个面形成了一个体积。这里呢是耻骨头，然后耻骨是在它下边，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状态。然后在画手的时候注意一下比例，你看这个手指头有点太大了，稍微的啊，还有这个大拇指也稍微有点大了。把它的轮廓形找准了之后呢，再往里面去找它的这种结构，这种转折的地方，那可以稍微的方一点点，先让它这个体积明确了，然后逐渐的再给上这种转折呀、层次啊、过渡面，稍微的有一点平，稍微的有一点体积感不够完整，包括这种关节的地方交代的有点略微潦草啊，就这样两条线就 OK 了，这个不够。这个位置是有两个鼓点的，不用画那么强，但是要意思一下。然后在这个位置呢，有这个掌骨头，掌骨头上面呢还有肌腱，可以把这些造型画上。你看它看起来就不会这么简单，不会这么平。然后可以自己给它画一些这种辅助线、横断线，它的体积感呢也能够表现出来。来看一下这个肩胸部，这个画还是非常不错的啊，这个用线很有层次感，这应该是有一定的造型基础。这个地方的用线这种层次非常好，这种关系交代的也很清楚。然后胸大肌的话呢，下面的结束点要再低一些，要到这儿。然后颈部的话呢，给它加一个横断面，好去定位它的胸锁乳突肌以及两侧的相对位置、相对关系。胸锁乳突肌这个锁骨端可以再宽一点点，上面这个颈部稍微的长了一些，然后也稍微的窄了一点点。这个位置的胸大肌轮廓要强调出来，它是鼓的，包括相对的另一侧这边，它是有一点点往外鼓出来的这种感觉。注意一下这个胸大肌的形状，这个手臂没有往后掰那么多啊，这个上面的横断面啊，基本上就是一个平面。如果弧度搞成这样的话，那就手臂就朝向后边了。正常的话，这么掰是掰不过去的。注意动态。下面这个也是注意颈部的造型，颈部的横断线，这个中线还是蛮对的啊，在这个位置是可以的。这些结构也都 OK。然后它的胸腔的造型呢，角度不是很准确，而且胸腔后边应该是鼓起来的，从这个角度看不到它上面的这个面。这胸腔应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造型，后面这块画扁了。侧面看的话呢，是这样。然后你这个造型呢，侧面看的话呢，是这样，感觉后面缺一块，要注意这一点。然后第二个胸腔的话，也是下面的形状，下端开口啊，前面的这个两个线要注意它的走向，它的趋势。它在往下走的同时呢，往两边扩，然后又到了这个拐点呢，又开始往后转，同时呢，也在往外扩。就这个形状的特征要注意。看从侧面看的话，上面的这一段对应的呢是这一段，下面的这一段就是对应的是这一段，然后再往后转到胸腔的侧面。